在中国文化中，面子为何如此重要？它的起源又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？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，中国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，连面子 face 一词也逐渐被英语广泛接受和使用。在本期双语教育视频中，我们将以普通话讲解，并配有英文字幕，带大家一起探讨面子一词的起源、用法及其背后的深厚文化意义。中文里有许多与面子相关的常用语，比如没面子、有面子、给面子、要面子、爱面子、丢面子、留面子、撑面子、看某人的面子、挽回面子等等。面子一词最初有4个主要含义：一、物体的表面；二、体面或表面的虚荣；三、私人之间的情谊；四、粉末状物质。在日常用语中，面子通常用于第2和第3个含义，即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的体面和情谊，它也是一个人尊严的体现。面子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儒家思想中的礼教文化，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个人荣誉与尊严的高度重视。孔子在《论语颜渊》中明确指出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这一教诲旨在确保人的言行得体，使其成为言行一致、谨言慎行的人。而面子作为研究对象，最早是由中国的人类学家胡先进于1944年介绍到西方学术视野，然后再回到中国本土进行深入探讨的。这一现象体现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互动与反思，也显示出面子这一概念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。身为英国外交官和满清政府官员的赫德，曾担任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。在其著作《这些从秦国来：中国问题论集》中提到，中国渐渐感觉到政府同意这样的安排让中国觉得没面子。面子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社会现象，在东方等级观念较强的社会，如中国、韩国、日本等尤为重要。有面子通常意味着社会地位较高，受到更多尊敬，而没面子往往与社会、经济等方面的地位不高有关。面子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脸面，代表着个人通过成就和夸耀获得的声誉和社会认可。相反，所谓厚颜指的是不要脸，形容那些不顾面子的人。俗话说死要面子活受罪，意思是为了维护面子，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。对于那些爱面子的人来说，最无法忍受的就是在一些情况下丢面子。他们希望别人能够给面子、留体面，甚至最好能借助他人的势力为自己撑面子。一旦面子受损，他们往往会竭尽全力设法挽回面子。中国人还喜欢说看在某人的面子上，意思是基于对某人的尊重或情面，去做一件原本不愿意或不打算做的事情。例如，当两方有冲突时，第三方可能会出面调解，大家会看在他的面子上妥协、让步，以避免事态恶化。这种做法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对面子和人情的重视，强调维系和谐关系的重要性，即使有时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或立场。这也正应了《礼记如行篇》中所提到的礼之用，和为贵。说明礼仪的核心在于和谐，强调了在社交中保持和谐关系的重要性。总而言之，面子一词在中国社会中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源。最初，面子指的是物体的表面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它演变为代表社会荣誉、个人尊严和人际关系的概念。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，维护面子的重要性塑造了中国人的个人行为和社会互动。这一概念也影响了邻近的文化，如日本和韩国，反映出东亚地区对个体的颜面与尊严以及社会和谐的广泛重视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